木儿，你记住，等你足够强大，便有更多的责任，去伐神、伐魔、伐天，杀到天上去。你回来！你是这一代人皇，岂能不知道咱们这一脉的宗旨？咱们这一脉还有一个人皇殿，有空的话你去转一转，里面有历代人皇的丰功伟业。作为师傅，我会将我的剑法传给你，你能领悟多少便是多少。不过，你如果施展出来被哪个神魔见到，他肯定会出手将你抹杀。别跑了，你逃不出我的手心。我当年也没有跑掉，稀里糊涂便继承了这个传承。村长这老家伙，伯伯，救我！终于舍得将他的传承交给木耳了。你看，木耳高兴得快哭了。伯伯，救我！我听到他在喊救命。能得当年天下第一人剑神的传承，木耳自然兴奋得语无伦次。剑图第一招剑履山河，你已经学会了。来，我以5曜境界跟你对拼一招，看看你这段时间有没有长进。村长爷爷，您若败在我这一招之下，我是否可以不做人皇了？好，你若胜过我，我将人皇印带入坟墓。村长爷爷，小心了！再来！我将村长爷爷教我的剑履山河与延康国师传授的3招新剑式结合，本以为能轻松战胜5曜境界的村长爷爷，没想到，我想把剑履山河改良得更完善，但无论怎么改，都赢不了村长爷爷。这不只是一场比试，更是一次对剑法的磨砺。这一招落日剑法我只练过几次，但这次发挥出来的威力却惊人无比，像是禁言了110年之久一般。
木耳，你改良剑法的想法很好，但眼界不如我高。只要一改，便会有破绽，改得越多，破绽越多。不过，对剑的理解越深，便越有可能跳出剑术、剑法的桎梏，而近乎道。起来吧，没那么多规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第37代人皇。在跟木耳比试的时候，你耍诈了。我哪有？你的剑法极为损耗元气，5曜境界最多可以施展3次剑履山河，你刚才用了7次吧？哼，我的元气之雄浑是你不可想象的。我控制元气可以施展出4次，每次都用最少的元气。不过木耳的元气也的确雄浑，本以为他与我差不了多少，不料他像是个大水缸，你只是个水桶。他在灵胎境界能够比我深厚倍余，但是在5曜境界便不可能还深厚这么多了。我在5曜境界没有任何短板。那木耳呢？他也没有任何短板。你看出来，但别说出去。唉。我听说，人皇印牵扯到一些古老的传承，有些传承甚至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。有些圣地就是人皇创立的。那都是不知多少年之前的传说了。现在人皇印就是一个黑铁疙瘩。我还听说，人皇印比皇帝的玉玺还管用，可号令天下群雄。你让木儿拿出去招摇一下，看哪个门派会听他差遣。你明知这件事很危险，为何还要把人皇印给他？这是责任，也是重担。担子传到我的肩头，我担不起。于是我被斩断了手脚。但是这个担子总要有人来承担，我不能将担子撂下，随我一起扔进坟墓里。有些事情，即便明知道危险，也需要有人去做。做了，有可能失败，有可能丧命，但总归有一线希望。好在木儿这次回村，眼界提升不少。我们可以传授他更高深的东西了。一剑开黄，血汪洋。山河在，心茫茫。左右环顾，故国不在，人属旧庄。剑图的第2式叫做剑出开黄，你领悟起来虽然吃力，但还可以学会。在往后的剑士，以你如今的眼界见识，就算教给你，你也学不会，用不了。先行记住便是。村长爷爷说，
剑图并非是人皇殿的剑法，而是他自己开创的，共有8招。一个境界1招，从灵胎到神角，怎么算都是7个境界。难道那第8招是神的招式吗？木儿，想什么呢？让瘸爷爷看看你有没有退步。可是我走。四老太婆，轮到你传授木儿功夫了。四老，你觉得我美吗？不好啦！瞎子快来呀！四老太婆恢复真容了。哎，我下不去手啊！你看不到她的容貌，你来镇住这小妖精。瞎子，瞎子，你是厉教主，还是司老太婆？当然是厉教主这变态，司老太婆镇不住他了。啊！迎娶夫人前，我便意识到，我配不上这样的家人。非但我配不上，这世间任何臭男人都配不上她。但我还是决意娶她。我知道她不乐意嫁给我，只是使命难违。我也知道她准备在洞房花烛夜杀我，我乐意让她杀了我，因为我太羡慕她。我并非是想要娶她，而是想要成为她。她杀了我，我成为她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厉教主，你忘记你曾是男人了吗？死瞎子，你眼瞎心盲，根本不懂做女人的好处。别想拦我，凭你也拦不住我。我要走了，我要作为女人再活一世。厉教主，你有些变态了。咱们同为天圣教的教主圣师，我不吃你的为人。再聒噪，妾身杀了你，重做圣教主。这么美丽的女子想要我的命，那我也……不对，那是婆婆。呸！那是厉天行厉教主，一个糟老头子。夫人的修为太差，否则我不会比你逊色。
只会比你更强。用村长爷爷自创的剑法很难打败他，到底要如何改良才能取胜呢？雅爷爷悄悄给了我一枚剑丸，让我用它跟村长爷爷比试。应该是雅爷爷将玄金中的铁气精气提炼出来，取其气，弃其形，便能与我的拳法、刀法、剑法融合施展，毫无滞碍。雅爷爷说，用这枚剑丸可以把武妖境界的村长爷爷干掉。我没有这么做，因为村长爷爷没有用武器，我也不能用。瞎子，我夫人的修为太差，否则我不会比你逊色，只会比你更强。你我从前没交过手，你怎么知道你强过我？我不要！不要！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，我不要变成这副丑陋模样，我要穿最漂亮的衣裳，做最美的女人。妈爷，多谢。厉教主的元神与司老太婆融合得太快，修为已经突破到生死境界，只怕要不了多久，他们完全融合，厉教主便可以彻底鸠占鹊巢，成为这具身体的主宰了。若是让厉教主占了婆婆的身体，一个神桥境巅峰的魔道大宗师，容貌和武力都足以祸国殃民，就算皇帝见了也会把持不住。要不了几年，连延康国都能败在厉教主手中。或许老如来可以镇住婆婆的心魔，我这就带着婆婆启程。你此前为了夺回手臂，可是打上须弥山大闹了一番，老如来会出手相助吗？会。老如来以降魔为功德，降服厉教主这个大魔头，有助于他的修为进境。此去大雷音宗是请老如来镇压婆婆的魔性，不是去灭门的。去的人不必太多。瞎子、木儿，你们随马爷去，一定要镇住厉教主，否则便要天下大乱了。我们带着婆婆赶往大雷音宗的圣地须弥山。相传神切断大须山脉时，有意绕过了须弥山，连这次带来天灾的阴云也避开了须弥山。夏爷爷觉得须弥山上头有人，否则神才不会管他们死活。
神已经取走了手臂，怎么又上山来了？徒儿，你是否了却了红尘，打算回山？回山？我心中一座须弥山，山中已无禅尊。等到你心中连须弥山也没有了，你便是如来了。善哉，将你心中的妻儿放下。我不日寂灭，这大雷音宗，你来主持。我妻儿的血海深仇，不得不报。你还在执迷不悟。当年你将手臂砍下送来，我感念着你将会了却红尘俗世，于是命人将你的手臂放在千尊塔中，便是期望你有迷途知返的一天。你当知道，我与你还有师徒情分。你再啰嗦，我就血洗了大雷音宗。道兄，我等今日前来，另有要事相商。秦教主，你我大有缘分。那细气罗原是我为徒儿炼制的法杖，被你得了去。你我本有师徒的缘分，我曾打算前往大虚将你收入我门下，不曾想缘分断了。再于时，你已经是天魔教的教主。如来说笑了，小弟此来是请如来降妖除魔的。我圣教的前教主厉天行，化作心魔藏在婆婆的道心之中，因此小弟敢请如来降服这魔头，为天下除一公害。如来，她是天魔教的前代圣女司幼幽，嫁给厉天行的当晚便弑父，也是魔头中的魔头。魔教的家务事，我们岂能插手？一切众生平等，魔也是众生。既然秦教主有请，我自是应当相帮。可否以真容相见？还是不必了吧。老如来，婆婆的真容还是不必见了，否则坏了你山上那帮人的修行，便不美了。情爱纠葛只是过眼云烟，况是家人也是红粉骷髅。我想点化厉教主，不见真容，难以援手。厉教主因爱生爱，爱出了心中魔障。尊者和弟子们修行不够，且背过身去吧。
你说我美吗？厉教主，你执迷的这具皮囊并不是真正的美，只是皮相。树木山石飞禽走兽，可曾感知到你的美？芸芸众生，你的美只占了一个人字，可知狭隘。老如来，世间万道，我天上教就占了一个人字。你们禅宗万道皆占，你能占得完吗？话不多说，你有何能耐能够降我？真是绝色佳人，我见犹怜。你且翻过镜子，任你是绝世佳人，性命尽头不过是一把枯骨。你觉得枯骨还美吗？不过是障眼法，糊弄凡夫俗子的把戏，说什么红粉骷髅而已。老如来，道理我懂，我不像你想要活得光彩。我这一生轰轰烈烈足矣。你这点小把戏降不了我。你说一面镜子便可以度化我，不如我去你宗门里走一走，看看是你度化我，还是我度化你满门弟子？你没有慧根。道兄，什么慧根都是扯淡，不如直接下手，降服了他。千尊塔中有历代如来肉身坐镇，我带厉教主进入塔中降服，尊者们就在塔外加持。老如来法旨：着天魔教前代圣女司幼悠入塔修行。千尊塔，塔雷音宗真是好排场，历代如来金身和法宝都拿出来招待客人。可惜不够看，就凭这些想要留住我，真是太小看我天圣教了。夫人，带你走。我降服厉教主期间，还望秦教主能够留在大雷音宗，化解心中戾气，将来少造些杀孽。放牛的，是在奶奶庙跟我打过擂的明心。好些年不见你，不知道你功夫长进没有？长进了。自从打败你之后，我又今非昔比，突飞猛进了。你当日胜我，而今未必能胜我了。我上次被你斩在咽喉处落败，痛定思痛，改动如来大成经，将自己的破绽改正过来了。你将你咽喉处的破绽改了？以你现在的眼界见识，便胡乱改如来大成经，只怕是越改错误越多，越改破绽越多。不如再比一场。
多谢指点，如来大成经果然改动不得。不是改不得，而是你缺少不断修正功法破绽的眼界见识，不断接触更多的对手，不断迫使自己进步。这一点，闭门在家里修炼是做不到的。你有没有想过到外面去看看？禅尊就在你心里呢，去哪儿都丢不了。不要只看经卷上说什么，不要让信仰成为你的障碍。俯仰天地，无愧于心。只知待在宗门，是修不成禅尊的。师父，好孩子，你被天魔教主的言语蛊惑了。天魔教祖师气魄非凡，敢选一个毛头小子来做教主。有了这位秦教主，天魔教从此大有中兴之势。若有缘法，他怕是也有修成如来的资质。但老如来还是心仪马王神，认为马王神最适合继承他的衣钵。可惜，可是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魔头最善于蛊惑人心，更何况天魔教主，他还与那严康国师关系密切，只希望如来能一直将秦教主困在大雷音宗，阻断天魔教中兴之势。魔道修，禅法兴，才是我大雷音宗的福分。老如来想度化我，允我参阅如来大成经。据说，练满20诸天便是如来，马爷只差一步，难怪老如来还想让他继承衣钵。我很快突破5重天，把福星吓了一跳。原来他少时连续勘破4重天，方被尊为禅子。不过，我和他都不如国师，当年一举便参悟7重天。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魔头啊，竟能练成5重天。以他的资质，若是入我禅宗，师父多半会选他为下一代如来。下一代如来只能是我。秦教主，我大雷音宗的如来大成经给你看了，不知我能否参阅大玉天魔经？这又何妨？大玉天魔经在我教中任何人都可以学习，即便外传也没有什么。真是魔教功法，没有一丁点的善心，全是教人向恶的邪法。教主，收起来吧，我见不得这个。天色已晚，请3位先回房歇息。有人来了大雷音宗，禅子去了千尊塔，塔里面的事情我听不到也看不到。如来走出来了，什么样的人能惊动如来？
如来对尊者们说，先竭尽所能，镇压塔中的厉天行。如来要去见延康太子。延康太子这个时候求见老如来，有什么图谋？缺少了如来，尊者们哪里镇压得住厉天行？快去千尊塔，免得被厉天行逃了出去。龙胖，最快速度赶往千尊塔。厉天行，收降头！马爷、夏爷，等等我！没有大人在身后撑腰，不知道大雷音宗愿不愿意放我这个魔教主回去？只身入地狱的感觉真不妙。启禀如来，厉天行重创一众尊者，逃出千尊塔了。我小觑了厉天行，本以为堂堂天魔教前教主是不屑于学习魅惑之术的，没想到他还藏了一手。既然我没有镇压住他，那么就让秦教主下山去吧。秦教主，是否便是天魔教主秦牧？正是。如来，便是此人灭了南拓宗满门，曾经的禅宗第二大派传承尽断。大雷音宗作为禅宗魁首，万万不能放他离开。不如就在山上为南拓宗讨回公道，为天下除一祸根。他上山有求于我，所以我才留下他。而今我不曾办到他的所求，自当许他下山，不得阻拦。我大雷音宗做事，不能像魔教。禅子，送秦教主下山。是。太子2度来访，我知你来意，也知你所图。正因事关天下苍生，我才匆忙前来相见，以至于厉天行趁机脱逃。琼夫子等人，太子已经见过了吧？他们奈何不了我父皇，遂恳请如来出手。
陛下的九龙帝王功已经练到极致，天底下能够奈何得了陛下的人的确不多，我算是一个。如来命我送秦教主下山，请。有劳臣子。教主在我大雷音宗住的时日虽短，惹出的动静却不小。然而如来还是让教主下山了。如来心胸广大，我很佩服。他肯抛弃门户之见，出手救治婆婆，我心中感激得很。既如此，教主可否抛弃门户之见，再将大玉天魔经借我一观？自然。真是害人的法门，每一招神通，每一种功法，都能夺人性命，练法邪得很。产子何出此言？你看这造化天魔功，剥皮制衣，还要封印魂魄和气血，才能制成千变万化的衣裳。哼，这还不是邪法？造化天魔功主修内在，可以用来封印自己的魂魄、气血，让自己不被外魔所侵，并非剥皮制衣。论变化，造化天神功配合造化灵功便足矣。教主，是你领悟错了才对。你看这造化先天功，分明是要采婴孩的先天之气修炼，才能容颜不老。不知为此要害死多少婴孩。有一位影堂堂主也这么理解，他用婴孩魂魄练功，实乃我教败类，已经处决了。所谓先天，是指婴孩的状态，抱元守一，魂魄纯净无瑕。你们的理解错了，先天功的真正练法，是要把自己当作婴孩。那这造化地元功呢？难道不是采集太阳和大地中的魔火，炼死众生吗？炼死的人越多，冤魂越多，威力越强，最后魔火化作地狱，是为地元。这门功法还有造化二字，是用来修炼元神的。它与先天功结合，便是心魂化作婴孩状态，连接大地，采集大地母气，壮大元神，也可以用来造化万物。我的灵胎也是因此修炼得异常强壮，产子可以试试。不必，我只是想批判一下而已。那么，产子继续。魔性太重了，越看越是让人心惊肉跳。这个送丧功，莫非是要灭人满门？这是我教丧葬堂的功法，练的是指人指马，替人办丧事，鬼神毕翳，福荫子孙。产子若是带着偏见去看，还是不必看了，我怕坏了你的禅心。秦教主，我大雷音宗将如来大成经给你看了，你不许我看大玉天魔经。好吧，那也由你。太子有令，你们立功的机会来了。终于看完了，的确是魔道经典。秦教主，我听闻天魔教对心境没有什么要求，功法容易速成，但因为练功不练心，所以容易走火入魔。有这种说法？禅宗功法练心，再加上大玉天魔经练功，是否便会完美无缺？魔功印禅，禅心御魔，禅魔合一的神通能到何种地步？不如教主帮我印证一下。
身法好快，根本看不清哪个是天魔教主。魔性最重的那个，自然便是。你看大禹天魔经，每一种功法都是虚解，比魔还像魔。这是丧钟。是产子，不好了，杀错了。不能让天魔教主活着离开。动手！严坑侍卫，莫非是太子一系的人？快，再快点，给你加2道赤火灵丹。他们杀产子做什么？是误杀，还是打算嫁祸给我，再以此拉拢大雷音宗一起对付我？如来要去见严康太子。倘若太子和如来联起手来，罗胖，远离大雷音宗地界，去严康。大雷音宗的人来了，撤！产子竟然就此陨落。看来产子是与天魔教主交的手。不过，造成致命伤口的暗器特征，其背后根源就耐人寻味了。恐怕是太子殿下所为。如来正与太子商讨未来天下大计，要改朝换代，纠正炎封地的变法。此乃万世大计，倘若因此而被破坏，产子故去，的确令人心伤，但这不过是一副臭皮囊罢了，舍去了，便一身轻松，以后不必再苦海挣扎了。产子毕竟为人所害，这件事瞒不住。我对如来说，是天魔教主做的。说罢之后，我便辞别宗门。事关大雷音宗的未来，舍我一身清誉又如何？大计已定，殿下当立即返回京城。倘若陛下驾崩，天下无主，殿下又不在京城的话，只怕其他皇子会乘虚而入。如来所言极是。如来，天魔教主实在是心狠手辣，产子好心送他下山，却遭了他的毒手。这魔头竟敢如此猖狂，断不能放过他。长眉，你来宗门多久了？回如来
已有209年了。你去处理天魔教主一事，我许你离宗了。啊！如来一眼便看出我说谎了，故而将我逐出宗门。唉，穷我一生是达不到他这般境界了，不如趁此有用之身，为大雷音宗多做些事情。殿下不必为此事操劳，还请尽快返回京城。天魔教主的事情由大雷音宗处理便是。是。这位如来真是高深莫测。长眉禅师，何不来姑这里坐坐？殿下，我已不是禅师了，我俗姓苏，单名一个。200年没用俗家名字，已经忘了，便叫苏长眉吧。殿下留我所为何事？天魔教主，你下山是为了杀他吧？天魔教主诡计多端，这次他独自回大虚，孤命人散播消息，引来各路高手围追堵截。但结果，枯叶道人、卢文书、青羽散人罗堂主、蒲善尊者，皆以身相许，甚至连青山道人也。青山道人乃生死境强者，本事丝毫不弱于我，连他也就义了。你要杀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天魔教这个魔道第一圣地的教主。孤在这里等你，便是不忍见栋梁摧折，提醒你从长计议。殿下，产子之仇，不能不报。孤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天魔教主的脑袋，而是要将整个天魔教连根拔起。这一点与你们大雷音宗不谋而合。你既已离宗，不如随孤回京，徐徐图之。待孤登基之后，许你开宗立派，自己做如来。以你现在的眼界见识，便胡乱改如来大成经，只怕是越改错误越多，越改破绽越多。下山去吧，早日回头。
苦海无边，回头便是须弥山，便是大雷音宗。邪性，这个天魔教主真是邪性。你有孩子吗？你把孩子给我，我把孩子给你。你吃我的，我吃你的。好香的肉，肉！人世间一场地狱啊！来啊！你在大雷音宗看不到这人间吗？给我住手！捉起来！将军，这里还有个禅师，被打得不成人形了。啊，还有气！将军，他醒了。我看你也是个练家子，怎么弄成这样？我浑身都是破绽。浑身都是破绽好啊，知道破绽的才是高手。你有些本事，跟我走吧。去护苗。这些流民已经啃光了草皮，刚种下的秧苗，不能也被他们啃光了。来人，把这里烧了！
术啊！我的禁术！什么禁术？有多厚？只有2页。这么薄，天寒地冻的，连烤火都不够。只要能有1季的收成，百姓就不用再饿肚子了。到那时，你再读你的经，我送你1箩筐金。你想读哪本就读哪本。天下太平才能读经，那天下大乱呢？大乱时不能救民于水火，太平时再救又有何用？秦教主说的没错，不要只看经上说什么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我的如来，我来写我的经。天子有罪，殃及万方。不惜业火，难平苍天之怒。现在灭不掉这样的国家。严康的阴云尚未收完，不过雪已经止住了。等有了收成，百姓很快便能重新安定下来。可是，神为何要降灾给严康？是因为严康立天下宗派，神在人间的道统被破坏了，还是说这里面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？圣教主，圣教主回来了！圣教主，龙堂，你没有见过婆婆吗？没有。前教主夫人不是回大虚了吗？也不知李天行跑到了哪儿。但愿马爷爷和虾爷爷能拦住他。盖堂，炎风地境况如何？还在赈灾吗？皇帝先去了南方赈灾，清剿了那些拒不放粮的世家，杀了一批贪墨赈灾钱财的官员，现在已经往北方去了。皇帝还屡遭暗杀，幸得他自己便是当今世上最顶尖的神桥境强者之一，还有朝中文武大臣相随。都有哪些人暗杀皇帝？听闻是琼夫子、田真君那些人，还有些塞外的教主级强者。连塞外也插手了。严康国师回来了没有？这倒不曾听说。京城那边呢？留下几位一品大员？留下太子监国，还有太子一系的官员。本该监国的太子，却跑去了大雷音宗。求见一个放任穷夫子他们行刺当朝皇帝的如来。太子的目标其实是皇帝到哪里了？刚到5000里之外的霸州府，那里还算安定。安定只是暂时的，一旦太子惊动如来出山，再加上塞外的势力，能联络得上各堂堂主吗？各堂都随官府在各地救灾，很难联络得上。想要聚齐，只怕需要1-2个月。来不及了。左右护法使可还跟在皇帝身边？尚在。龙胖，提速赶到霸州。往后每日给你加1斗赤火灵丹。
我见过延康太子了。太子可不如陛下，不是治国明君。陛下惹来这场天谴，道兄，雪灾已经闹得民不聊生，你还想有更大的灾祸降临吗？道门应该有关于哀皇空寂的记载吧？禅宗之哀皇，我道门称之开皇。关于开皇记的记载我看过，当年盛极一时的神国覆灭，无数生灵遭殃，我也正为此事忧虑。公子，我跑不动了。距离霸州只剩1000里了，今晚就能赶到。先找个地方休息吧。龙胖，前面有座宅院，我们走。好新的一座宅院，似乎是刚刚建成的。婆婆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木儿，你怎么找过来的？我好不容易才甩掉瞎子和马爷，居然被你寻到了。不对，你是婆婆还是厉教主？老魔头算是被我镇压住了。老如来虽然没能除掉他，但也让他元气大伤。我现在与他势均力敌，于是和他定了协议：晚上的时候他出来，白天的时候我出来。倘若你真的是婆婆，为何还要故意避开马爷爷和虾爷爷？为何不回大虚？回去又如何？大虚晚上有黑暗来袭，如果老魔头再跑出来折腾，他们几个老骨头怎能经得起？不如就住在这里，磨一磨老魔头的心性。我不信！臭小子，连婆婆也敢怀疑了？我若是老魔头，想害你还需要编假话？婆婆说的有理。桌椅都做得歪歪扭扭的，的确是婆婆的木工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歪歪扭扭的？我正打算做一张床。交给我吧。木儿，别忙活了，
赶了这么久的路，快点去休息吧。不用了，婆婆，你不会是想走吧？不走，那就好。反正也收拾的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先睡一会儿吧。道兄可有所悟？小国寡民，决胜气质。国家小，人少，不要相信什么经验、才智、圣人，无忧无虑，岂不美哉？从前就很好，宗派传承神奇道统，小国寡民听从宗派的调遣。回到从前，必须换一任皇帝。今日冻死这几人，赈灾粮可全部运抵。并无人冻死，朝廷赈灾的粮食队伍今早便全部到达了巴州。各家购户都去领赈灾粮了。这么多时日过去，百姓总算能有口吃的了。很多人不理解，朕为什么执意要变法。从前大家活得都很好，衣食无忧。他们认为变法是为了朕自己的野心，为了扩张严康的国土。现在惹的天灾人祸，都怪朕，都怪变法，此乃谬论。天寒地冻，没这么多规矩。从前那些衣食无忧的，从来都不是百姓。太子许给你什么好处？我没有向他讨要任何好处。我信你。我这柄刀剑久未出鞘，
不知是否顿了？是否还能斩得动真龙天子？多谢道兄相助。如来说，要破除心魔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让厉天行彻底不再留恋这张面孔。婆婆，不儿，我不想害你们，更不想害你。婆婆，不怪你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不怪你，任何人都无法怪你。你已经躲了40年了，40多年没有用真面目见人，换做我，坚持1天2天倒也罢，坚持40多年，长成什么样子，不是你的错。哪个美丽的女子愿意永远遮住自己的容貌，用一张苍老的脸去见人？婆婆放心，我会解决厉天行的。婆婆留在这里好生休养，我先去一趟霸州。霸州？你去那里做什么？皇帝可能要出事了。司奴，你来告诉他们，国师变法之前，1亩良田能养活几个人？那时，良田都集中在世家宗派手中，农户只能租地耕种，一户佃农7、8口人，劳碌1年，亩产330斤，除去佃租便没有余粮。碰到天灾人祸，就要饿死。变法之后如何？变法后，天下土地收公，丁南40亩地，10亩良田。神通者劳作务农，天旱下雨，大涝排水，旱涝保收，因此160年没有饥荒。而今亩产820斤，田赋2担，农家吃肉都不觉得费钱了。330斤，820斤。既然变法很好，粮食也多了，为何一旦天灾爆发，还有饥荒？这个……说。回陛下，人口增多，战事频繁，都需要粮草。但最主要的还是农田流转。各大世家宗派囤积居奇，哄抬物价，大发灾难财，逼迫百姓把田地贱卖，换取一线生机。粮食又回到他们手中。这次饥荒本不该如此严重，还不是因为打过仗之后国库空虚。这样的雪灾从前便没少过，但这不是神降灾天降难，而是宗派降灾降难，要百姓臣服。国师变法，让宗派给农民和商贾做工，他们就不乐意了。国师再变法，开设小学、大学、太学，将这些宗派的本事传给世人，他们更不乐意，要造反，要杀人。你们给朕听清了，朕要的官，不是高高在上的宗派，
而是能踏实做事的士农工商。朝中有些士大夫以为自己高人一等，奶奶的！史官，容朕说一句脏话，整天唧唧歪歪，自视清高，朕恨不得杀他们的头。言字慎言。哼，朕也不常说脏话，不是气急了能骂人。史官，担待一下。说得真好。不过天灾来了，怎么让天灾止住，不让百姓受苦，才是正道。如来，陛下亲自赈灾，敕风沐雨，想必已饥肠辘辘。斗门斗主，不如先吃点粥食，饱了才好上路。3大宗门魁首一下子来了2位，来者不善。既然要上路，不如2位也一起吃点。你们也来吃一些。遇到事了。好久不曾吃过人间的饭菜了，倒是别有一番风味。  2位道兄应该经常吃一吃，不要让自己住得太高太远。高远是为了免俗，你是人间的皇帝，管理的是俗人，而修道修禅却是要远离尘世纷扰，沾染了便难以脱身。道主，你能成真神吗？ 如来，你能成禅尊吗？神桥断了，谁能成真正的禅尊？那你们扯什么淡？远离尘世，说的自己很厉害似的。史官，朕又说粗话了，不要记了。朝廷有朝廷的规矩。 执行法理，清剿叛乱，无需道义，攻克即胜。既然如来道主亲临，那今天朕就用江湖规矩，神桥境界的跟着我，其他人都退下。是。 能丰收吗？能丰收。今年能，明年未必能。老道带来了一卷书，记载着大虚故事，叫做《开皇结经》。陛下慢慢看。 咱们慢慢走。倘若陛下看完还执意变法，那么这日月便要换新天了。陛下，
当心有诈。无妨。道主慈悲。他不知这里的凶险，知道了便会如我们一般。开皇，大虚，陛下以众生为念，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如果严康不想变成下一个大虚，现在回头还为时不晚。我小的时候，延康国还没有这么大的领土，皇帝还没有这么尊贵。那时候，一个个宗派世家还在作威作福。有一次，我随使节出访一个叫元启国的地方，也就是现在的元州。那里正在闹雷灾，天空阴云密布，雷霆劈个不停，劈死了不知多少牛羊牲口，也劈死了不知多少百姓。元启国的皇帝带着文武百官跪在雷中祈求请罪，百姓也跪在地上请上层息怒。那场雷灾，皇帝被劈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口中的上苍，并非是天神，而是雷隐宗，一个宗派。大抵是收成不好，进贡给雷隐宗的好东西少了，遭到处罚。皇帝将罪过揽在自己身上，所以雷隐宗劈死了他，换了个皇帝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便立誓，我要掀翻那些凌驾在国家和百姓之上的宗门，掀翻你们。只是朕与国师做的还不够，所以才会有这场血灾。不就是神吗？朕掀翻神便是。陛下不以苍生为念吗？是否想让严康化作大虚一般？你与国师变法，打下那些宗派，统一这么大的疆域，老道没有阻止过你。但是你若再变法，便是苍天动怒，危及苍生。陛下三思。你们有你们的信念，朕有朕的信念。这条变法之路，从一开始就很艰难，但朕不会回头。老道友，换一任皇帝吧。也罢，好话已经说尽，怎奈陛下执迷不悟，只得换一任皇帝了。穷夫子、李散人、田真君，这三个老怪物此前联合一众高手刺杀国师。大象之战失败后，被如来收入须弥山，而今几度出手，可见之前如来收留他们，本就别有用心。盖门门主齐大友，大雷音宗法弘院之首弘音法师，罗汉院之首长耳禅师，这三人都不是泛泛之辈。
其他的道人和禅师也都是神桥境界，少说也有30人。如此多的神桥境高手同时出现，前所未有。如来，道主，朕还以为你们会讲江湖规矩，生死相搏，各凭本事，没想到你们来朝廷规矩。改朝换代，还是用朝廷规矩吧。情非得已，还请陛下见谅。那也好，要战，便战个明白吧。不知几位重臣修的是何种神通？天下正派无非修道修禅，哼哼，难不成还会修魔教功法？哼！天策上将秦简，战场出身，征战无数，乃我延康猛将。泰山王凌虚花，掌管我延康国祭祀。太尉袁空，出身禅宗，现投身于朝廷，奸计百姓。太傅一统三司上卿苏云之，司徒秀乐清，司空魏平波，分别掌管各地大学小学，负责天下财政，总揽所有水利工程。骠骑大将军全定武，一生戎马杀伐，灭人国灭人教派无数，乃我延康最顶尖的强者之一。我等誓死保护陛下，守卫延康。小玉京一行，令人叹惋。延康绝不能成为下一个大虚。前面就是延康的地界，降雪似乎被将士们收走了。但笼罩延康的这场大雪，源头依然还未找到。夫人，神魔不死，大道不止。夫君，这场荼毒延康的万里雪灾，就是出自阁下的手笔。神乃自然所生，大道所化，道法自然。我辈修炼者元气所化的神圣，皆为神奇。神通变则法变，法变则道变，道变则天地变。天地变，如眼前之雪灾，神怒而发。哼！我使变法变出了你们这些邪魔外道，连神奇也不敬，却敬起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学以致用，知行合一。长耳禅师，你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道行还是浅了些。自以为是，狂妄无知，参悟天命大道，才知敬畏神奇。整天求神拜禅才是外道。这些大臣们恪尽职守，心怀百姓，将本职做到极致，做到神的境界，他们便是神。将本职做到神的境界，那样成了神，还不是要给凡人做工？这是天魔教的教义。
以百姓日用之物取代神祇，是对神的大不敬。皇帝，你被国师影响太深，被天魔教影响太深。我若是去天魔教，说不准可以混个教主做做。既是魔道，无需多言。诸位道友，一起送陛下上路吧。天魔教，在下天圣教左护法使孔令贤。天圣教右护法使薛碧娥。只看到来了一辆牛车，2个人和1头牛，没想到却蹦出来16个人。天魔教耍得好把戏。我们走江湖的喜欢耍把戏混口饭吃，倒让诸位地主老爷见笑了。教主回家过年的时候，让我们跟着皇帝。皇帝有难，老身和教中的老兄弟不能不理。是中散大夫的安排。我感受到了一阵阵恐怖的气息，大战似乎要爆发了。天圣教狮天王，玉天王，见过诸位。教主把皇帝交给我们的时候，还是活得好好的。你们若是弄死了，我们如何交代？倘若教主发怒，我们也只能以死谢罪。天魔教的左右护法使，2大天王，还有12护教长老一起来保护皇帝。呵呵，16位大名鼎鼎的神桥境高手，后生可畏，倒是不枉我来这一趟。群鹅扑火，天魔教主下了一个错误的命令。对方至少有30位神桥境高手，又有如来道主2大圣地魁首坐镇。我们7人加上陛下，即便有天魔教相助，神桥境强者也只有24位。此战是场硬仗。邪魔外道，朝廷与天魔教同流合污，
同道们，降妖除魔吧！杀！他们想孤立陛下，让我们无法支援。用你们的传送之法，把我们传送到陛下身边护驾。如来道主凝成的空间隔绝，无法传送，那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到陛下身边。那就看这条路上流的是谁的血。结阵，出我！他们有备而来，必须尽快突围。结阵，练死这帮牛鼻子！那是神桥境强者爆发的威能，如此气势，比当初的大香城之战还要强悍。快点，速度再快点！教主，我全力了。龙胖，你若是能跑得更快，许给你3斗赤火灵丹。如来，道主，你2人是神桥境巅峰，圣地魁首，朕自认逊色一分，但论1对1。你们谁也没有能力留住朕。朕有一个疑问，2位德高望重，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，能请得动2位一起出手围杀朕？陛下变法违背天道，而道法自然枯荣交替，自古长江后浪推前浪。看来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严扛的灾难何止是这场雪？朕真是选了一个好太子。
法神通极多，道门的道剑和我大雷音宗的斗战胜法皆可随意施展，哪怕是只有女子才能练的离情宫的离恨天剑诀，在陛下手中也可以施展出来，且威力更强。在九龙帝王功的催动下，似乎任何神通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陛下的九龙帝王功已经练到了神的层次。都说国师是道法奇才，但世人都忽略了炎凤帝。陛下，你已经是大宗师了，完全可以开宗立派，自创一个圣地。可惜了。龙胖，再快点！皇帝，千万不能出事。陛下几乎要炼假成真，成为真神了。可惜神桥是断的，一生无望。老道无能，道剑14篇的第14招只练成了一半。而今我便以这残篇来领教陛下的威德。好。延康国被誉为当今世上最大的圣地，陛下占据9道龙脉，在皇城修炼，得天独厚，一身修为通天彻地，实乃当今世上最顶尖的强者之一。我以如来大成经最高境界，来领教陛下的九龙帝王功。如来大成经20诸天，加上道剑14篇的剑招，如来道主，你们当真是要绝了朕的生路？
来了2位高手，境界与我和如来相仿，2对1的局面，莫非要变成2对3？看来是故人。大风起兮云飞扬，诸位打得好匆忙，诸君打搅了。徒儿夏道友，2位因何而来？找人。敢问是否见到一个女子？小子，你找谁？一个女子，特别漂亮，让你看一眼就忘不了的那种。啊！这女子很厉害，心里住了一个老魔头。这老魔头为非作歹，爱上这女子的容貌，打算夺取她的身体变成女子。我们原本带着她去大雷音宗，想让老如来降服这个老魔头。瞎子，说重点。我们要找天魔教的前教主夫人。如来和大雷音宗道行不够，让他跑了。我也是爱莫能助，事办不成，到时候兴致来这里杀皇帝。这2人什么来头？我的大弟子和枪神。原来是当年的神眼和3只眼的马神部。2位前辈，我等奉教主之命保护皇帝，还请相助。那是木儿交给你们的任务，与我2人无关。你们的事没有我们寻人要紧。皇帝死了，换一人便是。但是那妖精跑出来，整个世界都要遭殃。皇帝，你见过这位前教主夫人没？不曾见过。你们没见过也好，免得祸国殃民，国破家亡。朕恳请2位前辈相助。没兴趣。咱们走，他应该跑不了多远。真是古怪的前辈高人。公子，不行，跑不动了。让你贪吃，吃得这么胖，明年过年便送你上桌。这个距离，应该可以使用传送法了。啊！萧爷爷，马爷爷，木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如果不是我眼神好，便把你漏过去了。哎，你何时离开了大雷音宗？那帮人有没有为难你？我没事。2位爷爷，大事不好，如来他们要杀皇帝。见到了，小事。从前便经常换皇帝。木儿，不要轻重不分，厉天行才是大祸根。这厮若是得到了婆婆的身体，那祸害才叫大。谁能挡得住他？2位爷爷无需担心，我已经找到婆婆了。找到了？嗯。婆婆只是不想回大墟，怕连累你们。2位爷爷，能否把皇帝救出来？你要我们去救皇帝？难哦！如来和道主一起出手，延康国师回来，只怕也束手无策。延康国师不在那里吗？没有看到。皇帝还死不得。对了，你们天魔教在那里，估计会死得很惨。我教中高手倒不用理会，他们随时可以传送离开。2位爷爷就当帮帮我，去救一下皇帝吧。皇帝若是死了，那些宗派
必定卷土重来，联手铲除我这个魔教教主。你们也不希望我天天被人追杀吧？如来老了，道主也老了，战斗持续不了多长时间。四老太婆已经找到，我们也清闲了。你在这里等着，我们去把皇帝的尸体给你抢回来。尸体？道主和如来一起出手，肯定是死的。眼看国师始终不曾现身，以免有变，还是速战速决吧。陛下！他尽管气血旺盛，但修为不如我们，只是油尽灯枯前的回光返照。好本事，修为比我高，比村长那老家伙差了一丝丝。炎峰帝气血枯败，所有神藏都被震碎了。善哉善哉，就算他们救回来，也是一个废人了。莫尔，你要的尸体到了。还有一口气。伤势极重，气血飞速枯败，神藏崩塌。再不施救的话，皇帝便会像陆天王那样，支撑不了1个时辰。我用造化天魔功，暂时将他的魂魄封在体内，
免得魂飞魄散，粉身碎骨。但他神藏中的能量随时可能爆发，得尽快将他带回婆婆的宅院温养，设法封印神藏。木儿有主意就好。马爷，我们2个老的也别闲着，替木儿引开后面的追兵。炎凤帝正值壮年，还能活200-300岁，但经过这次折腾，他便与普通人一样，只有几10年寿命。荣三大夫，竟是你救走了我。皇帝，木儿，你打算扒他的皮，自己做皇帝吗？臭小子，有出息了。不过，皇帝后宫3000佳丽都是小狐狸精，当心把你迷死。我没想扒他的皮。婆婆，皇帝体内乱作一团，神藏濒临破碎，道主如来打进来的神通和他本身庞大的功力激烈交战，随时可能爆体。还请婆婆出手，把皇帝的神藏封印住，不要让他魂飞魄散了。我去买些药材，婆婆可别把他织成衣裳啊！行，天黑前必须回来啊，否则厉天行那个魔头定会乐呵呵地把他办了，穿着他的皮去当皇帝。周三大夫的婆婆是什么人？穷凶极恶又精通术法，厉天行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也在这里？婆婆，婆婆厉害啊，成功封印住她的神藏了。无用功罢了。一旦造化天魔功解开，她的肉身束缚不住魂魄，必死无疑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便可以将她救回。不好，她的身体机能开始衰退了。婆婆，快帮我把药材拿进来。来不及煎药了，只能用针法强行把药物送进去。药材耗尽了，婆婆再取下来。婆婆，木儿，你着了？天黑了，现在掌控婆婆身体的是厉天行。陛下，病情如何了？厉教主，你也曾是我教圣教主，何必如此？我死了，不再是圣教的人，我做什么要你过问？把皇帝给我，我要做女皇帝。时针一旦中断，便会功亏一篑，必须拖出厉天行。他的弱点会是什么？或者他对什么感兴趣？这就是神教境大宗师的威压。你不把皇帝给我，那我便
自己来取。这是造化地元功。用地元功替代灵丹妙药，采大地母气滋润元神。错了，错了！这是拿来救人的吗？好端端的魔功被你使得乱七八糟，像正道功法一般，真是丢我天圣教的脸。听祖师说，厉天行痴迷修炼而入魔，果真如此。造化灵功也错了，居然用它炼取皇帝肉身的影疾，大材小用。造化鬼神功有你这么施展的吗？等等，拿去给别人稳固魂魄。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我修炼大御天魔经是外夺，掠夺天地造化，抢夺他人造化，而他是内取。修炼速度虽慢，但神魂和体魄都变得无比稳固。更奇妙的是，一个人的资质生来很难改变，他的修行方式还能提升资质。啊！秦教主，你故意施展各路招法，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吧？这晚由你躲过去，明晚就弄死你们！木儿，老魔头有没有害你？他只顾着看造化功，被我混过去一晚。好在皇帝的生气恢复了许多。陛下，我解开造化天魔功，看你身体是否能束缚住魂魄。解。三魂七魄中的两魂两魄离体，天魂眼。皇帝的身体还是太弱，无法束缚住魂魄，至少还需要温养2日。李天行可是个大麻烦，今晚该用什么功法来魔幻过关？秦教主，妾身又来。什么妖人，说话这么美？今天你玩不出新花样，妾身便弄死皇帝。
天魔境的镇心君帝侯真功，你怎么与我练的不一样？还有一本书，哎，还有扇门，门上是什么字？幽都文字吗？看来你不会真正的镇心君帝侯真功。哼，我是教主圣师，岂能不会？眼下必须清除道主如来留下的招式，才能缓解皇帝深藏的伤势。这只眼睛又是什么？我们练的为何不同？莫非与资质有关？想知道的话，不如陪我去炎峰帝体内查看一番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你不想知道答案吗？哼！如何才能进入他的体内？用法天芥子功将自身缩小，再用魔影幻魔功隐去肉身形态，便可侵入炎峰帝体内深藏。难道你不会？哼！我岂能不会？你使出来试试。哼！皇帝的灵态深藏已经处于破灭的边缘。道主的道剑，这老道士竟将自己的剑意打了进来。那些红线是夫人的神通，你让他封印了皇帝的神藏，难怪这道剑意的威力迟迟未能爆发。你能收了这剑意吗？你在驱使本座。此前我所展露的，就是我悟出的大一统功法。你看了我的真传，就是听了现任教主圣师的授业，也该有所回报。即使你不帮，明天我请婆婆出手，也可以办到。多面空间封禁术。这招你会吗？我修为弱，无法封禁道主的剑意。不过我在术数上有所涉猎，如何设置空间封印我也懂。你我都是教主圣师，我懂得不会比你少，只会比你多。说得好听，懂又如何？你未必会用。不服，你可敢与我去五曜深藏比试一番？比试怎能少了天头？我输了，便再放过你们一晚。你若是输了，就同皇帝一起死在这儿吧。一言为定。这是老如来的手段，用不错法相镇住五曜深藏。哼，老贼不过如此。大御天魔经的红莲魔心咒，你懂吗？
我是第一次施展这种咒法，不过也不比你差。受境界所限，他的业火威力小了许多，但我的魔气红莲不如他的业火红莲纯正。莫非这就是他提升资质的结果？倘若我趁此机会习得他的修行方式，说不定能更进一步。勉强算是平局吧。走，接着比。皇帝的神藏一层比一层破，六合神藏碎成这样已经没救了。即使你救活了他，也是一个废人，何至于如此费心？厉教主痴迷武学，是为了什么？修炼者所求，无不是成神作祖，天下无敌。可祖师告诉过我，圣教主是万人师，眼中所见不只有自己，更应该是天下人。祖师也这般教导过厉教主吧？他老人家对我失望得很。我不是圣教主了，他也该放心了。祖师入延康为官，为圣教筹谋多年，国师、皇帝理念与天圣教完全契合，你能放弃，我却不能。为天圣教，必须救皇帝。我虽然不再是圣教主，但对圣教有益的事，我愿意去做。你眼界修为也算尚可，今晚皇帝的命，我帮你保了。